Fate 系列应该怎么入坑，观看顺序是什么样的，新人第一部该看什么。第一个动画我推荐看 Fate Stay Night。从2026年的观众视角出发，我比较推荐从 Fate Stay Night Unlimited Blade Works 入坑。这一作讲述的是以卫宫侍郎为主角的圣杯战争。如果你以前晕过 Fate， 那经典场面花架 Saber 就是在这里出现的。单词记不住没关系，直接搜 Fate UBW 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能接受06版的 Fate Stay Night 那个古早的画风，那我更加推荐你从06版开始看。这一作对于设定的讲解更加详细，虽然有改编过于用力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入坑来说能有很好的科普作用。接下来看 Fate Zero。 Fate 系列动画打圣杯战争中打得最认真的一部，这是一场你能真正去享受博弈的 Fate 动画。你能看到一群碾人为了各自利益参战的时候会有多么不择手段，下手有多么残忍，至少动画前半段是的，而且打得很帅，大场面也很多，比如那个被无数人拿来当开头的呆毛开爆剧。然后看 Fate Stay Night Heaven's View， 因为这是3部剧场版动画，完全是默认观众看过 UBW， 有重合的剧情直接超级快进，没看过 UBW 会看得非常难受。而凯奇我之所以推荐看完 Fate Zero 之后再看，是因为这里有个角色叫伊利亚。Fate Zero 之后来看，你能更加了解伊利亚的心情，不然有一小段伊利亚的剧情会看着有些突兀。因为原作是 Galgame， 后缀不同是不同角色的路线， UBW 就是零线， HF则是鹰为主角的剧情。比起于 BW 来说， HF 整体剧情会更加黑暗，势力变化也更加复杂。相对的，鹰这个角色塑造的相当完整，大场面上那个被吹上天的多少亿的一剑，就是出现在这里的黑带大战技术。到这里，你在 Fate 上对于 Fate Stay Night 的探索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看这些角色的有趣日常，那么可以看看魏公家今天的饭，这个大家一起轻松快乐做饭的动画。在结尾甚至会给你菜谱。Fate Zero 也有一个拜托了爱因兹贝伦咨询室的衍生小动画。如果你还想看 Fate 更多的圣杯战争，那之后的作品中虽然会见到很多老熟人，但更多的还是平行世界，只是套了个圣杯战争的世界观，换了一批人找个打架的理由。 Fate Apocrypha Fate 系列中评分最低的动画，因为有一场圣杯战争7位易主抱团了，所以圣杯又拉了7个人来打7v7大乱斗。至于评分为什么低，那我只能说差评多到每个地方都能有差评，但最多的差评还是因为这动画叫 Fate 的画面不够精美，放在一众常规动画里还勉勉强强，唯一的高光是能看到巨帅的小太阳开宝具。但如果你喜欢贞德，那我建议你别看 Fate Extra Last Uncle 月之圣杯战争，128人去月球上打淘汰赛，但这和这个动画并没有什么关系。Fate Extra 是一款游戏，上面对于月之圣杯战争的描述是用来形容这个的，而这个叫 Fate Extra Last Uncle 的动画是这游戏的后续，主角不是128人之一，而是类似于怨念聚合体一样的第129人，由他召唤尼禄来重走一遍原本的战斗。这动画别说只是看动画的看不懂，玩过游戏的很多人也在说看不懂。不过 ED 挺好听的，就是现在放的这个 Fate Grand Order 绝对魔兽战线手游衍生动画。如果你没玩过游戏，那看这个之前你要了解的基础设定是，使用圣杯会出现名为特异点的东西，使得历史偏离原本的发展，而主角是前往这个叫特异点的地方收回圣杯，让历史回到正轨。而这里也不再是围绕圣杯的圣杯战争了，而是和英灵一起打英灵来拯救世界。这个绝对魔兽战线是游戏中第一部的第7章改编的动画，但是没玩过也不怎么影响观看。而这一部比较大的看点是宝具轰炸大场面。多くの命を絶滅させた大衝突の力を見せてくれる。我が身を燃える岩となし、水星となって大地を殺す。ウルティモ飛べ！パターナ！
像这样的大场面还有特别多。FGO 改编动画还有2部，一部是游戏中的第1部第6章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，分为上下部的剧场版，最终大 boss 是用圣枪当武器的呆毛王，就是缺少一个足够震撼的大场面。要算的话，阿拉什炸圣枪或许可以算一个。而另一个动画则是序章改编的动画，可以说是改的面目全非，很多出场角色都换了。如果你看完这些动画之后有想入坑游戏的念头，那我建议你去搜一个叫克洛斯的人，他有做 FGO 的剧情精读，看这个基本上就够了。希望你能在 FGO 剧情里感受到快乐，同时对 FGO 游戏保持距离。最后就是最新的 Fate 动画 Fate Strange Fake， 金闪闪大战恩奇都，金闪闪大战海格力斯，金闪闪大战狮心王，金闪闪倒地不起。这动画几乎每一集都在打架，文系山的所剩无几，原作党叫苦连天。但如果你只想看动画，那我觉得你会看得很爽。为什么这个我推荐放在 FGO 之后看呢？因为你在看完绝对魔兽战线之后，看到这里出现的角色会会心一笑，甚至说如果你情悦全系列包括游戏小说都过了一遍，那你能在这里看到非常多的彩蛋。这里推荐中二少年小凯最近做的彩蛋整理视频。而当你看完这些番外一样的 Fate 动画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一个男人出镜频率特别高，这个被称为君主艾尔梅罗的男人有一部专门的动画《君主艾尔梅罗2世事件簿》，时间线在 Fate Stay Night 之后。如果你愿意在看完这个动画之后再去补一下这个漫画，那这部作品简直就是行月世界的百科全书，比以前蘑菇随手写一笔的设定疯狂打补丁。截至这里，动画相关的 Fate 系列就结束了。还有一些像是冰释天际这种的影响不会特别大，都是一些很短的番外。如果你厌倦了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，那么我推荐你最后一部《幻想嘉年华》，行月本家的纯恶搞动画，可以说是相当欢乐。不过就是会出现些月姬里边的角色，让人有点看不懂人际关系。但作为从 Fate 走向行月的一个开始，我觉得是值得尝试的。而且魔法使之夜的动画也快要端上来了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契机吗？那大概入坑流程就是这样。如果想入坑游戏，那我觉得直接搜 Fate 的百科可能会更加方便。如果有什么遗漏，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补番顺序，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